草长莺飞，万物生发。南京的春天因其短暂，显得更加弥足珍贵。人到中年的蔡小平，每年这个时节都会格外忙碌，忙着在这样美好的季节去郊外踏青，看花花草草，放飞心情。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去寻找最爱的野。来，帅给你吃，帅你吃吗？你吃，尝尝新鲜不新鲜？帅。对于有着野菜情节的南京人来说，没有野菜的春天是不能称之为春天的。对于我们来讲，挑荠菜出去挖野菜，也是一种就是像我们小时候的一种就是儿时的那种玩耍吧。跟平时3、5好友一起采挖不同，今天蔡小平特地带上了外甥小高。荠菜挖出鸡蛋，就是老年人传的古话，就是讲女同志挖的不没有用，然后要你们这些小伙子、小年轻的小男孩来挖。3月3，荠菜花赛牡丹。大约只有民俗的演变，才会使得生活随着时令的转换，充满了仪式感。南京人会在农历3月3的前一天晚上，将荠菜花连同洗干净的鸡蛋冷水下锅，煮开后中火继续煮15分钟，将蛋壳敲碎后再煮10分钟，最后经过1夜的浸泡，蛋白泛着亮，清香扑鼻，最简单不过的白水蛋便就这样染上了春天的颜色。我以后有了孩子，对吧？我也会把他带到野地里面，帮他们挖，然后回去做给他们吃，让他们亲自动手去挖野菜，就是体会这个劳动的这个成果。年逾古稀的高爷爷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，但也从未感到过半分劳累和厌烦。房前屋后，但凡有土裸露的地方，他都舍不得荒废。大约只有经历过饥荒的人们，才会对这一切珍惜到显得有些吝啬的地步。那个时候很苦啊，那时候真苦，肚子啊饿得难受，吃野菜，食饭见到轻的东西，我们几乎都尝过了。不过20里的距离，这里已是最为繁华的市中心，有着最高档的商场和餐厅。一道精美绝伦的草色入帘青，如果不是亲眼见证，你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，其貌不扬的荠菜是如何在大师傅们的手里完成着惊为天人的蜕变。也就是为了就是迎合当地的客人的口味，然后再就是也让一些客人他可以回想起小时候的味道。春吃野菜已经深深根植于南京人的日常之中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这是春天的大自然最为慷慨的馈赠。贫苦时，它充当了救命的稻草；平淡时，它可以是童年的游戏；富足时，它依然出得厅堂，入得厨房。南京人不食饱，一口白米一口草。一盘看似平淡无奇的野菜，就这样从不爽约地占据着南京人的餐桌，散发着家乡春天。